相信大家都希望在步入中年还有老年之后，都能够有强健的体魄、活跃的生活，那就要趁早建立起养生的习惯。但是所谓的养生，到底是在养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是在养心、养肝，还是养胃，还是提高免疫功能，或者是排毒能力？没有生病的时候，需要养生吗？一起来寻找真正的养生抗老之道吧！健康就是财富，人人都追求健康。坊间流传的一些养生偏方，真能让人延年益寿、永葆青春吗？今天我要去找一位性格开朗、身手矫健的阿嬷。她在74岁的时候才开始学跆拳道，而且在短短2年内就拿到了黑带1段。她的毅力还有爆发力非常的惊人。今天我就要去问问她，到底跆拳道怎么让她的身体变得更健康，心情变得更开朗。1、2、3，哇，好棒哦，安迪琳，你的身手真的太敏捷了。你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那我就暂时拥有安迪琳哦。 Yes。감사합니다。那你可以跟我说一件事情吗？请问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77岁，你看啊，哇，真的一点都不像哎！而且我知道哦，你是在74岁那年开始学跆拳道，为什么会在那年开始学跆拳道呢？因为60多岁这样，有一天早上不可以起来，那个时候我需要坐轮椅，我可以走一点也是不好了，痛了。这个东西常常很多老人家一定有的。我问医生，为什么我的脚不可以蹲下来？他说我的 muscle 很 weak， 要 exercise。然后我看到那个 taekwondo 他们在地上做那个 warm up， 他的 warm up 好像我在医院的 warm up。等我去 research， 我知道他们的 master 有学那个 physiotherapy。等我问他可以收我吗？他们说几岁？我说74岁。啊，我要你的人生证明，然后 try training， 看你行不行？我可以啊，我 pass 啊。所以他就收你为徒了。然后4 months later， 我的痛没有了。常言道，人老腿先衰。这位77岁的阿嬷，通过跆拳道、抬脚、踢腿等等动作来锻炼下肢肌肉，做到了人老腿不老。1、2、shot。从安迪琳的例子，我们知道双腿强壮有力是多么的重要。可是像我这样柔弱的女子呢，不大适合学跆拳道。让我看看有没有比较温和的方法来锻炼腿部吧。这个运动看起来不错哦，每天呢只要做60下的深蹲，据说呢可以养腿抗衰老。可是说到60下呢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一定是能做到的。来，姐姐、妹妹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一起动起来做吧。可以吗？妹妹们加油！网上流传做深蹲能够强化腿部肌肉，促进腿部的血液循环。下肢在一蹲一起之间，血液会快速回流到心脏，有利于气血流畅，起到养生抗衰老的功效。别走啊！我们要有毅力，我们要继续，不要留我一个。我要坚持，要不要有美腿？要不要有翘臀？要持续。做深蹲运动应该量力而行，循序渐进。建议60个深蹲动作可分成一天做4组，每组做15个动作。什么？也就是说不用一次做完60？你干嘛不早说啊？真的是。
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，但是我们要记住哈，如果你一开始做就做50次或者60次，你很可能就会弄受伤你自己。我会建议你慢慢开始，从5次、10次这样做，然后不要每天都做，因为你的肌肉是要休息的，可能每隔一天做，然后才慢慢的建立起来，到你最后能够每天都做60次。就有人说养生要先养腿，你同意吗？而且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注重腿部的锻炼呢？我同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走路是用什么呢？用我们的腿。我们超过40岁之后有差不多8%的这个肌肉每年都在流失。如果你不锻炼你所剩下的肌肉呢，有一天你是走不了的。第一衰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。但是有其他我们能够做的，第一，不要太肥胖；第二，我们可以做一些负重的运动，包括行走啦，或者是搭脚车之类的动作，然后晒一点太阳，这些对于我们的骨骼都有一定的帮助。当我们人蹲的时候，我们是用8倍的身体的重量。如果我们深蹲不是从年轻训练起，那么等到你50、60岁才开始学深蹲，这是非常危险。如果你再深蹲的话，会使到韧带撕裂损伤。这样年长者的话呢，他们该做什么运动来锻炼他们的腿部呢？他们可以先做一些膝关节的运动，一个是坐着，那么手勾住你的腿这样摇摆。我们每天最少要这样的摇摆50到100下。中医里有没有养生先养腿的说法？人老腿先衰嘛，一旦你的腿出问题，你就知道你是开始衰老了。因为在中医里面，我们的腿是跟肾气有关系，肾气是先天之本嘛。如果我们先天的体质不好，或者后天没有很好的调理，那个腿就容易开始出现衰老的现象。那肾气要怎么补呢？中医里面肾跟骨是非常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除了运动以外，我们还要从食物上来调理。比如我们可以吃一些补肾的食材，比如我们可以用一些黑豆。黑豆它有补肾，还可以强筋壮骨。那还有吃核桃也是补肾的，又可以中医里面补肾就是补脑嘛。那也可以用一些栗子，所以就可以达到补肾气、强筋骨的作用。我们可以把这些食材，那么加瘦肉煮出一个汤，要慢火一直煮，最少要2个小时到3个小时。那要养腿的话，你还有哪一些运动可以建议呢？根据自己的喜欢，可以学一些8段锦啊、太极拳啊，这些都很不错。太极拳是武术的一个内家拳法，它主要是以腿部力量跟腰部力量来训练，因为主要的是打太极，你的腿一定要稳，所以他们说人老腿先老，所以那个下盘其实是在太极拳这个运动项目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普遍来说，大家觉得太极拳是一个老年人的运动？因为它慢，因为它动作就比较慢，他们就觉得老人就比较适合。可是其实它非常考你的功力的，因为你要想象一下，如果一个太极拳是3到4分钟，你就是要处在一个半蹲的状态3到4分钟，要维持整个弓架。太极拳其实是一项老少咸宜的运动，除了有助于锻炼腿力之外，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柔韧度和协调性。今天我约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嘉宾，他要跟我分享他的养生之道。看他的状态这么好，肯定他这个偏方一定很管用，对不对？嘿嘿，翠芳，刚才你远远走来我还以为你是阳光可乐啊！有这么阳光吗？越活越年轻啊你！你不要一直夸我，你才厉害！你看，保持的状态这么好，精神奕奕的。而且我知道今天你要跟我分享养生偏方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我是有进补的 ，OK。很好，那是什么补呢？我每个礼拜都有喝那个乌鸡汤。乌鸡汤？那你里面放了什么药材？我带你去买就知道了。走走走。好，走。老板，来一份我每个礼拜买这个煮乌鸡汤的药材，好不好？稍等一下，好。听你这么讲，每个礼拜都来买，你常常用中药补身吗？我一个礼拜吃乌鸡汤1到2次。来，就这个了。
这个是什么？北你懂芪吗？啊，当归，当归，淮山、红枣。哎，经理啊，我想呢加一点这个，看有什么参啊，因为我最近气不太足啊，好不好？好稍把等一下啊参通通拿出来，行，没问题。最贵的。好，哇，志明大哥啊好豪迈哦，真的。哇，这么多！好像这个人参跟这个党参当然是中国来的了啊，还有这个高丽人参当然是韩国的啦，还有这个花旗参当然是美国的啦，America 啊，我学问是不是很渊博？哪里来我都懂。厉害厉害。嗯那请问功效呢？功效啊，我这样忙的人，我哪有时间去打理它的功效？身为女人，你应该知道什么问题该问，什么问题不该问。是，身为关心你的女人呢，听你讲的这样不清不楚呢，怕你乱补，还是让我带你去看专家吧。乌鸡本身就是有一个滋阴清虚热的作用。那一般上呢，在市面上很多时候下的一些药材，它都可以补脾胃啊，补气血啊。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药膳服用呢，它的确是可以达到一个强身健体、抗老的一个作用。是不是每个年龄层都可以喝呢？如果你很健康，就不一定需要喝。那如果说你体质比较虚弱，即便你年纪比较轻，那你也可以喝。那当然到了，比如说像我们这位大哥一样，这个年龄呢，间接性的、长期的服用，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。中气不够，如果中气不够呢，那当然放参是很好的。桌面上有4种参，它的不同的一个疗效。市面上大家都叫它泡参或者花旗参。这个参最主要它是有一个清虚热，它有一个生津提神的一个作用。那对于熬夜的人呢，是相当的适合。我就建议你是白天喝，比如说你临睡前喝，你可能会导致你精神很亢奋了，睡不着了。人参在我们中医的药典里面，它是百草之王。比如说对于那些大病过后，体质觉得很虚弱，一直没有办法恢复元气，这个大补元气很好，而且它有安五脏的一个功效。那么对于提高免疫力啊，这些效果是很好的。那么这个人参基本上是产自于中国的，人参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产自于中国的人参。其实高丽人参也叫人参，它的区别就是产自于韩国的高丽人参的这个药效呢，它就偏温热，一般上会用在那种四肢比较偏冰冷的，或者血压偏低的。这边呢还有一个这个叫党参，4种里面呢，只有这个党参呢，它是属于桔梗科，所以这3种呢是属于真正的所谓的参类，那么它是属于那个五加科。那这样子的话哦，我们说养生是不是就要补呢？就要进补呢？比如说你想补你的脾胃，你可以用白术、用茯苓、用淮山、用莲子。那如果你想补你的这个所谓的肝肾，那你可以用枸杞子、用八吉、用杜仲，用这些都可以。那如果你想补你的肺，那你也可以用一点沙参、百合、玉竹，这些平时都可以用的，价廉物美。这位大哥，我看你这么笑，又有好介绍，对不对？当然有啦，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四川泡菜。我知道，其实这些发酵过的食物啊，对我们的肠道有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因为它会产生一些益生菌。对，因为肠道的健康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包菜一个，白萝卜、红萝卜，还有花椒、盐、生姜。至于蔬菜的处理呢，也有一定的流程。我们前一天晚上呢，就要把这些蔬菜给切好，给它晾干。洗了之后晾干，当然有不要洗啦水分哈。因为我没有洗吗？一定要洗干净了哦。然后卫生很重要。是，然后把它沥干啊，做出来之后呢，它的口感呢会比较脆一点。好，这个红白萝卜呢都塞进去了。是 OK， 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倒水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放盐吧，40克，然后生姜3片。这个最重要就是花椒了，因为它是四川泡菜嘛，没有了花椒就不是四川泡菜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就闭目典礼，好，摇晃一下，然后呢就把它放在阴凉处，不要晒太阳，放大概7到10天。想不想吃？想。好，那你就在我家住7到10天，为了腌制这罐四川泡菜。我跟翠芳经过7七49天，我们都没有离开，也没有换衣服。今天终于是开罐的日子，没错，要开封了。
你拿红的，我拿白的，好，真的有点麻麻哎。建明大哥，你这个偏方真的管用吗？管用你确定吗？呀，对肠胃好。因为泡菜本身腌制的过程，它会产生一些益生菌。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发现，如果你泡在第7、8天的时候，这时候会产生一些亚硝酸盐。那么到了14天以后，它就慢慢的减少。所以一般泡菜你要吃的话，要腌制14天到1个月左右，那才是比较理想的。这样的话，它就对身体没有危害。总的来说，发酵食物是好的，但是我们要掌握发酵的过程的技巧。发酵它是有产生益生菌，所以对我们消化系统是比较有帮助。听你这么说，这样养生真的要从养脾胃开始，对吗？对，因为养好脾胃就等于把身体养好。美人医师，我们应该如何提高我们的脾胃功能呢？很多人的脾胃功能不好，是消化不好，吃的东西就觉得胀不舒服。那么2个原因，一个是对肉的消化出问题，一个是对米饭、面粉出问题。所以我们中医有一个方很好用的，就是山楂和麦芽。那么山楂是对这个肉食的消化比较好，麦芽是对面粉类消化比较好，所以2个掺在一起泡茶喝，有时可以帮助我们消化。子豪，四川泡菜哦，它算是发酵食品呢，还是腌制食品？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发酵食品，因为如果它里面有牵涉到细菌的那个运作的话呢，其实是属于发酵食品那一类。可是哦，我们在制作的时候，里面只放了盐，还有水，还有一些花椒，那它里面都没有酵母，它是怎么发酵的呢？其实，在我们的准备过程当中呢，空气中的一些微生物其实本来就存在于这些蔬菜类的食物里面，所以你把它在正确的环境还有条件下的话，它是会发酵的。但是呢，我个人其实并不是非常鼓励自己在家里做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的清洗不是很正确，然后你的储存方式不对，或者你在做发酵的那个整个流程当中出了一点小差错的话，额外的一些微生物就会在里面，而这些额外的微生物呢，有可能会造成食物中毒。这样子的话，到底这些发酵食品哦，对养生抗老有没有帮助？其实发酵食品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它里面拥有益生菌。那益生菌呢，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维持健康，可以帮助减少肠道里面的毒素啊，维持大肠的蠕动啊。所以当你的肠道健康的话呢，其实你整个人的身体也会比较好，因为你消化比较好，营养也比较好吸收。另外呢，那你肠道健康的话，免疫系统也会强壮。所以以这样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间接性的啦，它其实对于所谓的抗老养生是有帮助的。养生除了是养胃养心、强化骨骼还有肌肉，我觉得呢还少养了一样，那就是养颜。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流传100年的养颜秘籍，用的是玫瑰花。自古以来，玫瑰花就是女性的养颜圣品。我现在就来制作这个偏方，叫做玫瑰膏。非常简单，有50克的玫瑰花，还有250毫升的水。还有500克的黑糖，只要呢水滚了之后，就把玫瑰花放到里面去，用汤匙稍微搅拌一下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关小火，然后再煮个20分钟。煮了20分钟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些花渣呢过滤，然后取出了它的水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全部的黑糖呢放到里面去，把它煮成膏状就可以了。据说呢，每天喝上1-2勺的这个玫瑰膏泡水哦，就可以帮助我们呢补血、养气，还有最主要的就是养颜美容。玫瑰膏完成了，让我来试看它的味道如何。有淡淡的玫瑰香味哎，还有黑糖的甜。可是哦，我在想这个偏方如果我长期喝的话，可以吗？还是问问专家吧。玫瑰花呢本身是比较偏温了一点，那么如果你再加上这个黑糖，黑糖本身因为它的热能很高，同时它的营养价值很多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用玫瑰花再加上黑糖的话，我想你1个星期喝个2次到3次，它的确可以达到一个养颜美容的一个功效。那玫瑰花它本身有理气解郁、活血散瘀的一个功效。那养颜的部分呢？玫瑰花茶，如果你喝了以后让你心情很愉悦，
那当一个人心情比较好的时候，身体的这个气血呢也比较舒畅。玫瑰花除了可以用来制作玫瑰膏之外，那有没有其他的用法呢？比如说配上其他的花类啊，还是中药呢？当然玫瑰花还可以配其他的一些花类，比如说菊花啊、洛神花也可以，或者是今天想请你喝的这壶茶里面的合欢花。像这个玫瑰花呢，一般上我们用个3到6克，那么合欢花呢，也是同样可以用3到6克。那红枣呢去核，那红枣大概可以用7个或者到9个。这个玫瑰花茶里面呢，因为我们加了合欢花跟这个红枣，合欢花本身呢是可以让你这个心情愉快，而且它有个安神的作用。那么红枣本身它就有一个养血安神的一个作用，所以这壶茶如果你把它平时当成一个茶水来饮用的话，它也可以达到一个养颜的作用。如果是针对就是美容啊保健的话，其实它是有用的啦，尤其是在美容方面，因为玫瑰本身呢，它其实带有所谓的抗氧化剂。那抗氧化剂对我们来说可以减少自由基破坏皮肤组织。那皮肤组织被破坏的时候，就会缺乏弹性啊，然后不够水分。所以你如果可以预防这个事情发生的话，它其实对美容有功效。那黑糖来讲的话呢，因为黑糖里面有一些微量元素，比如说像铁，那这些呢对于身体里面其实帮助造血功能。那当你的那个血液循环变好，你的造血功能变好的话，皮肤也会变得比较红润，这些其实都是对美容有帮助的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，怎么看待养颜这回事？营养学来说的话，养颜呢，很多时候就是让我们的皮肤维持它应该有的弹性，然后应该有的功能。所以呢，要维持皮肤弹性的话，常常提到的胶原蛋白这个东西很重要。那胶原蛋白的原料呢，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蛋白质，比如说像肉类啊、奶制品啊、豆类、蛋等等，这些都可以提供我们蛋白质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要维持胶原蛋白的弹性和那个结构的强壮度呢，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维他命 C。所以蛋白质和维他命 C 在我们身体其实对于皮肤来讲很重要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就是水分，你的水一旦不足够，皮肤很容易出现细纹，细纹接下来就会变成皱纹，那就很麻烦了。所以要减少这些纹路的产生的话，补充水分特别重要。养生的关键在于把养生变成一种生活方式，唯有把养生的好习惯融入到我们生活中，同时不忘心理健康，常保平和年轻的心，我们才可以对抗衰老，拥有健康的生活，活出幸福人生。好了，祝君安康，我们再见。